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本书介绍了一些让身体年轻的技巧，同时也是最佳的健康方法。我们的身体天生具备年轻化的功能，而且利用这些功能是最重要的健康法。不能让这些天生的年轻化功能沉睡不用。执行本书的内容将使您的身体逐渐年轻化。本次我将解读太田成男先生所著的《使身体变年轻的技术》一书。让我们一起充满期待地深入了解书中的内容吧。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第一，通过增加体内的某个物质，轻松实现10年的年轻化；第二，空腹可以让您强烈的年轻起来；第三，讲解能量激增，从体内年轻化的最强习惯3选。现在让我们从第一部分开始，探讨如何通过增加体内的某个物质，轻松实现10年的年轻化。所谓的体内的某个物质，指的就是线粒体。本书聚焦于线粒体，它是存在于我们身体细胞中的一个微小器官。通过使身体年轻化，我们可以预防各种疾病。也许有人会觉得，这种关注线粒体，通过使身体年轻化来预防疾病的主张，听起来有些奇怪。但事实上，对线粒体的研究近年来取得了飞速发展。最近的书籍和论文中也强调了线粒体的重要性。因此，我希望大家能够深入了解线粒体，了解如何使线粒体保持活力，防止质量下降，以及防止线粒体数量减少的方法。我们的身体拥有天生的年轻化功能，并且利用这些功能是最重要的健康法。当然，身体是必然会老化的，这些无法完全避免。与以前相比，努力的持续时间变短了，或者只是上几层楼梯就感到气喘吁吁，稍微动一下就感到疲倦。也许有些人已经感受到了身体的衰老。在这里，我有一个问题要问大家：当您感到身体衰弱时，您会怎么做呢？我相信没有人会回答说只是休息身体。如果有人这样回答，那就要注意了，因为过度休息会加速身体的衰退。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休息身体时，不再需要能量，我们产生能量的能力就会逐渐下降。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特性，不用的东西就会衰退，就像不运动，肌肉会萎缩一样。如果我们只是休息身体，不积极运动，那么产生能量的动力就会逐渐减弱。我们的身体需要能量来行走、奔跑、思考，无论做什么都需要能量。当这种能量减少时，我们会变得容易疲劳，失去动力，身体功能也会下降。实际上，我们身体的衰老是因为产生能量的动力减弱。例如，当人们进入中年时，容易发胖，难以减肥，这是因为能量生成能力下降，导致摄入的能量无法完全利用。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能够提高能量生成能力，不仅可以增加体力，还可以拥有年轻健康的身体。这个能量生成能力正是使身体年轻的功能的真正本质。那么，到底是什么地方产生了能量呢？这就是本次的主题，也就是线粒体。我相信大家在中学的理科课或高中的生物课上应该听过线粒体这个名字。线粒体是我们细胞中的一个小器官，主要负责产生能量。刚才我说过，休息身体会导致能量生成能力下降，换句话说，就是线粒体的数量减少。如果我们一直只是休息身体不运动，我们的身体会减少线粒体的数量，身体会变得更加虚弱，更容易疲劳。因此，增加体力的最佳方法就是增加能量使用量，也就是逐渐增加运动量。这适用于所有年龄段的人。刚开始运动可能会感觉很困难，但随着持续锻炼的日子增多，会逐渐感觉轻松起来。当我们的身体适应运动时，我们会认为身体已经适应了运动，但实际上，在我们的身体内部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那就是线粒体数量的增加。对于没有运动习惯的人来说，开始运动时，身体突然需要更多的能量，身体会认为发生了紧急情况，并试图应对。可以将其比作在一天内本来只需要生产500个产品的工厂，突然需要生产1000个产品。通过持续运动，如果您一直需要这么多的能量，那么线粒体的数量就会增加。以前只生产了500个，但现在您需要1000个。那么我们就需要扩建工厂。我们的身体会
会因为我们的运动习惯而发生巨大变化。这是在线粒体水平上的变化，因为您不需要那么多能量。例如，如果不再外出，那么与人沟通的机会也会减少，大脑的功能如视觉功能等也会逐渐下降，这样会导致与人交往的机会进一步减少，所有功能都会下降，陷入这样的恶性循环中。所以听到这里，您明白了自己的身体不能被宠坏的道理。如果过于宠坏自己的身体，过着懒散的生活，那么这种状态会直接反映在身体上，就像不运动肌肉会迅速衰退一样。实际上，身体内的线粒体也会减少。此外，人们常说，如果不经常使用大脑，就会变得糊涂。大家都听说过这句话吧？不仅仅是身体，大脑也需要积极的使用，否则认知功能会逐渐衰退。线粒体存在于所有细胞中，但尤其是神经细胞中的数量最多。根据最新的研究，线粒体产生的能量下降是认知症的一个原因。换句话说，如果养成增加线粒体的生活习惯，就可以预防认知症。归根结底，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特性，就是不用的东西会衰退，因此不能宠坏自己的身体。如果想一直保持年轻活力，就需要大量使用身体的功能。我们已经发现，线粒体具有使身体年轻的功能。大家都知道，活性氧会给身体带来各种危害。活性氧被认为是衰老和各种疾病的原因。为什么女性比男性活得更久？原因就在于活性氧。女性激素雌激素具有消除活性氧的作用，因此女性可以活得更久。正如我们所知，活性氧对我们身体造成了伤害，但实际上，我们发现线粒体与活性氧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线粒体产生我们生活所需的能量，但如果质量不好，会产生更多的活性氧。而质量好的线粒体则可以减少活性氧的产生，起到抑制作用。让我们将线粒体想象成能量生产的工厂，而活性氧则像是有害的废水或有害的烟雾。虽然在线粒体生产能量时会产生一定程度的活性氧是无法避免的，但是线粒体内部也存在着质量好坏的区别。质量好的线粒体不会产生太多活性氧，同时能高效地产生能量。相反，质量差的线粒体能量效率低下，同时产生大量活性氧。那么，为什么会存在好坏两种线粒体呢？这与我们的生活习惯有关。我们的生活习惯会影响线粒体的质量，继而决定能量的高效生成和活性氧的产生量，从而决定了我们的老化速度。因此，增加质量好的线粒体的数量非常重要，这样可以提高身体功能，过上健康的生活，让您充满活力。您将拥有充满能量的状态，不易疲劳，同时减少活性氧的产生，从而阻止老化，使身体保持年轻。对美容效果也非常显著。当身体内部年轻化时，外貌自然也会年轻起来。现在您明白了线粒体的重要性，但不幸的是，随着年龄增长，线粒体的数量自然减少，质量也下降。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增加线粒体的数量，改善线粒体的质量，养成相应的生活习惯。此外，听到这里的人中，可能有些人总是感到疲倦。线粒体的减少和功能下降导致能量不足，使人常感疲劳，这是非常明显的症状。还有无法摆脱活性氧的负面影响，会导致疾病、不适和衰老。因此，我们需要改变日常生活习惯，改变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那么，具体该如何做呢？那么，接下来在第二部分中，我将解释通过空腹可以让您强烈的年轻起来的方法。本书中提到了许多增加线粒体数量的方法，但其中特别强调的是通过空腹的方法。我相信像您这样具有健康素养的人已经知道，过度进食对健康非常不利。同时，小饭量和定期保持空腹时间对健康非常有益。本书也指出，如果自己常常保持空腹的状态，我们会变得越来越年轻。作者称，不老长寿的关键在于不吃东西。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从秦始皇到各种权力者，他们在得到一切之后，渴望不老不死。据说，全世界的成功者也梦想着不老不死。现在，对不老不死的研究和延长寿命的技术都吸引了巨额投资。
这是可以理解的。无论有多少钱，我们都无法带着金钱去到另一个世界。所以，希望通过金钱的力量尽可能长寿是理所当然的感情。因此，古代的权力者和世界各地的成功者追求不老长寿的食物，或者更准确地说，追求能让身体年轻的食物，通过吃某种东西来获得永恒的年轻。然而，至今还没有找到不老不死的食物。但是，现在通过最新的科学研究，我们已经知道了通过饮食习惯来增加线粒体，抑制衰老、保持年轻健康的方法。具体的方法不是通过吃东西，而是通过不吃东西。这意味着抑制衰老、保持年轻健康的方法，不是通过寻找并食用古代权力者和世界各地成功者追求的不老长寿的食物，而是通过不吃东西。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觉得非常疑惑。毕竟，即使有一种药物可以通过进食来抑制衰老，或者有一种最强的不老长寿食物，那也应该是非常昂贵的。世界上的富人，无论是有1亿还是2亿，他们都会愿意为了不老长寿而花费许多的金钱。所以，对于普通人来说，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是，只要让自己保持空腹，无论有多少钱，任何人都可以做到。事实上，相反，富人和成功者更容易享受美味的食物，所以让自己时常保持空腹可能更加困难。实际上，通过限制卡路里摄入长寿基因得到发挥作用，线粒体增加寿命延长，同时也降低了患各种疾病的风险。这已经在对各种生物的研究中得到证实。最著名的是对长期限制70%卡路里摄入的猴子进行的实验。限制卡路里摄入的猴子在外观上明显年轻，患慢性病和老年病的死亡率减少了1/3，平均寿命也比不限制卡路里摄入的猴子更长。猴子是与人类最相似的动物，所以可以认为人类通过限制70%的卡路里摄入也可以实现长寿。这样看来，老化速度也会明显减缓。顺便说一下，这种食物趋势在名人中也很流行，例如福山雅治先生、中田敦彦先生等都有1日1餐的生活方式。因此，我们也可以效仿他们，虽然不必1日1餐，但增加感受到饥饿的时间和次数可能会更好。而对于增加线粒体数量来说，最重要的是感受到饥饿，而不是严格限制卡路里摄入。最近的研究也表明，与其减少总卡路里摄入量，不如给予饥饿感更能延长寿命。当我们感到饥饿时，身体会意识到需要产生更多能量，因此会努力增加线粒体并产生更多能量。所以不需要严格计算卡路里摄入量，只需要认真倾听自己身体的声音，让自己感到饥饿即可。每天不需要严格限制卡路里摄入量，通过偶尔感受到饥饿就可以增加线粒体数量。例如，如果您过去每天吃3餐，那么可以尝试不吃早餐，改为1天只吃2餐，这样您在白天就能感受到饥饿。本书还推荐了周末进食，通过周末进食可以唤醒沉睡的线粒体，通过感受饥饿，线粒体的功能可以改善，线粒体的数量也会逐渐增加，这样可以解决代谢综合征等问题。事实上，代谢综合征是由于线粒体功能下降而引起的最常见的疾病之一。以前身体可以从食物中产生能量，但随着线粒体功能的下降，身体无法有效产生能量，自然会在体内积累过多的脂肪。例如，假设我们从100份食物中产生100单位的能量，但随着线粒体功能下降，只能产生60单位的能量，那么剩下的40份食物就会被视为额外摄入的食物。这40份食物将以脂肪的形式储存起来，导致肥胖。因此，如果想减少内脏脂肪或解决代谢综合征问题，就需要提高线粒体的新陈代谢，减少内脏脂肪。到目前为止，通过感受饥饿来改善线粒体功能和逐渐增加线粒体数量，从而改善身体状况和解决代谢综合征问题。接下来，我还要告诉大家另一个年轻化的重要事项，那就是停止快速进食。在一群人一起吃饭时，总会有一些人吃得比较快，一些人吃得比较慢。大家是属于哪一类呢？如果您意识到自己吃得比较快，我强烈建议您改掉这个快速进食的习惯。
快速进食会导致比正常进食更多的活性氧生成。我们已经知道，剧烈运动会产生活性氧，但是消化道也会发生同样的情况。如果一开始就狼吞虎咽地吃汉堡包，那么为了迅速消化食物，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这会导致更多的活性氧生成。因此，不应该因为肚子饿就进行快速进食，而是通过慢慢享用食物来减少活性氧的生成。另外，如果快速进食导致血糖迅速升高，身体需要大量分泌胰岛素来应对。为了分泌大量胰岛素，身体需要更多的能量，这也会导致活性氧的产生增加。此外，快速进食会导致饱腹激素分泌过早，导致过度进食，这是不好的。基于这些原因，作者建议饭后至少花费30分钟用餐，同时要记住不要快速进食。希望大家能定期感受到饥饿感，并且避免快速进食的习惯。接下来第3部分，我想要为大家介绍3种能够从身体内部提升能量，使身体年轻的最强习惯。具体来说，这3种习惯可以改善线粒体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大大增加能量，并使身体年轻。让我们来详细介绍一下这3种习惯。1、定期接触寒冷环境，通过定期接触寒冷环境，从而提升能量产生和身体修复的能力。2、空腹加金枪鱼训练，空腹状态下进行高强度的训练。3、改变平常的姿势，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会导致肌肉僵硬和血液循环不畅，影响线粒体的功能。改变平常的姿势，例如经常站立、走动或进行伸展运动，可以促进血液循环，改善线粒体的功能和能量产生能力。希望大家可以将这些习惯融入到日常生活中，从而从身体内部实现年轻化。如果您喜欢其中的某一项，请务必尝试并实践，希望这些解释对你有所帮助。接下来，我将详细解释每一项习惯。首先，让我们来看看第1项习惯。让我们从简单但效果显著的方法开始介绍定期接触寒冷环境的好处。大家平时有经历过寒冷的感觉吗？如果没有的话，我建议大家定期接触寒冷环境。现在，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在炎热和寒冷的情况下，哪种对身体更有益呢？很可能大多数人会选择炎热的情况。寒冷给人一种对身体不好的感觉，这是因为大多数人对寒冷有这样的印象。但实际上，线粒体喜欢寒冷环境。为了增加线粒体的数量，寒冷是一种有效的利用方式。例如，研究发现，当将小鼠放置在寒冷的环境中时，会出现增加线粒体的指令。同样，在我们的身体中，当感受到寒冷时，身体会感到需要能量。这是因为，如果不产生能量，生命活动将无法继续进行。所以，当我们感到寒冷时，我们的身体会努力增加线粒体。那么，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接触寒冷呢？如果可以的话，我建议大家在寒冷的环境中进行运动。寒冷环境下的运动代表就是寒中击鼓。另外，也有人坚持进行寒水游泳。通过在寒冷环境中进行运动，可以有效地增加线粒体。但是，我知道在寒冷的环境中进行运动可能会很困难。对于那些觉得在寒冷环境中运动很困难的人来说，还有一种简单的方法，那就是在桑拿浴后进入冷水浴。进入冷水浴后，身体会感到需要产生能量，从而开始生成线粒体。进入冷水浴后，身体会感到温暖，这是因为线粒体变得活跃起来。此外，感到温暖的感觉也是身体被冷却并增加线粒体的标志。积极的让身体变凉是增加线粒体，使身体年轻的关键。然而，我知道有些人从未尝试过进入冷水浴，或者可能有一些慢性病的人无法尝试。在这种情况下，您可以选择在冷水浴的替代品中淋浴1分钟，甚至30秒也可以。如果1分钟太难，可以尝试30秒。在平时洗澡时，将最后30秒改为冷水淋浴，这样就可以给线粒体带来良好的刺激。接下来，让我们解释下面2种从身体内部年轻化的最强习惯：空腹加金枪鱼训练。假设大家去了一家旋转寿司店，大家最喜欢的寿司品种是金枪鱼。金枪鱼有红肉和白肉2种。大家是否思考过，
为什么它们的颜色如此不同呢？实际上，这里隐藏着增加线粒体的提示。线粒体存在于全身细胞中，但在某些部位特别丰富，其中包括耗费大量能量的肌肉。简而言之，通过进行金枪鱼训练，可以增加肌肉中的线粒体数量。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在运动中，重点不是锻炼爆发力肌肉，而是锻炼耐力肌肉。骨骼肌分为红色肌肉和白色肌肉两种。红色肌肉是具有持久力的肌肉，白色肌肉是具有爆发力的肌肉。线粒体主要存在于红色肌肉中，而不是白色肌肉中。前面提到，金枪鱼是红肉鱼类，而比目鱼是白肉鱼类。这是因为金枪鱼发展了具有耐力的红色肌肉，而比目鱼发展了具有爆发力的白色肌肉。金枪鱼是迁徙鱼类，所以必须不断游泳，而比目鱼通常在海底静止，只有在需要时才会迅速游动。因此，训练应该注重锻炼耐力肌肉，而不是爆发力肌肉。最近很多人喜欢跑步，这可以说是金枪鱼训练的代表。如果定期去健身房，那么慢速骑自行车或慢速跑步是很好的选择。然而，在跑步或骑自行车时，并不需要进行剧烈运动。我们的身体只要进行缓慢的运动，红色肌肉就会发展，线粒体就会增加。持续运动的适度强度约为最大心率的60%。更具体的说，最大心率的60%是指，如果年龄为20岁，则为120；如果年龄为30岁，则为114；如果年龄为40岁，则为108；如果年龄为50岁，则为102；如果年龄为60岁，则为96。根据这个指标进行轻松的金枪鱼训练，线粒体数量将确实增加。如果您在健身房使用的是设备，那么设备上应该配有用于测量心率的装置，这样更容易理解。而且线粒体的变化发生的意外的快，只需1周时间，线粒体就会增加。实际上，如果每天坚持进行60%的运动量的骑自行车运动，约2小时，仅仅1周时间，线粒体就会增加1.3倍。1个月后，甚至可以增加到2倍，但要达到最佳效果，需要持续半年或1年。听到这样的说法，很难产生动力去坚持。但如果在1周内就能感受到效果，也许会有尝试的动力。我希望大家能将持久系运动，如跑步和骑自行车融入生活中。此外，常常被认为是锻炼爆发力的力量训练，如果方法正确，也可以成为良好的耐力训练。只需用大约80%的力量做1分钟，每天重复10次，仅仅1到2周时间，线粒体就会高效增加。听到这些，可能会有很多女性觉得很有兴趣。女性通常不喜欢运动会使手臂和腿变粗，但那是在锻炼白色肌肉的情况下，所以通过我们介绍的运动来锻炼红色肌肉，并不会导致腿和手臂变粗。所以，请放心地进行运动。另外，如果想要高效增加线粒体，运动前不要进食，相反，空腹运动可以更高效地增加线粒体。所以，如果想要从类似于金枪鱼训练的运动中获得最大的好处，我建议大家在空腹时进行运动。我想解释一下从身体内部年轻化的最强习惯之一——改变日常姿势。最后一个习惯是在日常生活中要意识到的事情，那就是姿势。通过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良好的姿势习惯，可以持续增加线粒体。然而，不需要考虑太复杂的事情。简单来说，要意识到挺直背部，无论是坐着还是站着，都要意识到挺直背部。坐着时，背部应与椅子的靠背保持平行。对于那些长时间使用电脑的人来说，要注意保持背部挺直。站立时也要注意不要驼背或单脚站立，这样背部就会伸展。走路时也要注意不要低头走路，而是要保持目光看向前方。虽然可能会有些困难，但希望大家都能保有正确姿势的意识，融入到日常生活中。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